我为了 cos 魔童哪吒，每天不是在孤儿院扭鸡捉鸭，就是欺负干饭的大黄。所有孩子都当我是个怪胎，纷纷要求院长把我关进小黑屋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道神秘的声音突然响彻整个蓝星。全球通告10分钟后，神秘战场直播正式开启，秦小扎被选为参与者，并永久绑定炎黄国国运。消息一出，全世界瞬间沸腾了起来。可当得知自己国家的参与者竟是个小屁孩，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让整个国家遭受重创时，整个炎黄国顿时陷入一片绝望。唯有蹲在小黑屋里的我满脸兴奋，只因我从小绑定了魔童哪吒扮演系统。平时因为害怕一不小心拆了孤儿院，4年来我才只解锁了哪吒20%的实力。这什么神秘战场，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正想着我的眼前金光一闪，下一秒已经置身于一片森林中，然后我就开始放飞自我了，双手插兜，一边溜达一边念叨：从来生死都看淡，专和老天对着干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小爷成魔不成仙。直播间的人都懵逼了，这傻孩子，我怀疑是上天派来的逗逼。对不起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还是去上官的直播间吧。根据规则，每个国家有2个绑定名额，炎黄国的另一个参赛者名叫上官若愚，是一名优秀的特战女兵。在所有人不抱希望的哀叹声中，我慢悠悠地来到一棵树下，看着上面红彤彤的果子，我咧开嘴，露出一排歪七扭八的牙齿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正好小爷饿了，直播间的人瞬间大呼不要，这森林里的东西是能乱吃的吗？还有眼尖的人看到树上藏了一条蛇，我去，这蛇伪装的太好了，那小家伙从树下根本看不出来了。放心，他爬不上去，这怎么回事？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因为我正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蹭蹭蹭地朝着树上爬。这时一个甜美的声音响起：大家好，我是冰冰，这次由我来为大家讲解直播。原来官方见参赛者的年龄实在太小，特意安排了人气主持冰冰来鼓舞士气。大家可不要小看秦小扎，普通的4岁小孩是不可能爬树的，所以请一定要相信小扎。虽然这话连冰冰自己都不信，可还是要硬着头皮撑下去。直播间的观众依旧有些半信半疑，这时我却在离树顶不远的位置停了下来。见状，众人都提起了一口气，他们既希望我能力超群，又怕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。然而下一秒，我伸脚随便在树干上一蹬，直接跃出2米高，稳稳落在了一丛果子旁边。直播间的人都惊呆了，这是一个小屁孩能够做到的事情，就算是特种兵也不行吧？不好，现在不是赞叹的时候，那条蛇还在树上。画面中我已经笑嘻嘻地伸出小手去摘果，而那条毒蛇也张开了嘴巴，朝着我就要咬下去。很多人甚至不敢看直播画面，这小孩虽然怪模怪样，却依旧透着一股子可爱。他们实在不忍心看到我被毒蛇咬住。小蛇，你也想吃果子吗？众人预想中的惨叫并没有传来，反而响起了一个稚嫩又带点兴奋的声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只见我一手抓着那条毒蛇的脑袋，另一只手拿着个比我头还大的果子，一边吭哧吭哧啃果，一边询问被我勒得快翻白眼的毒蛇。卧槽，徒手抓蛇我刚才都没敢看，谁能告诉我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连冰冰之前也是不忍地闭了一会眼睛，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。不过作为一名出色的主持人，他还是立马调整心态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炎黄国的人，就算是4岁也能把隐藏在暗处的毒蛇揪出来。这话一出，直播间顿时一片欢腾。我炎黄的熊孩子就是厉害，不愧是冰冰，早就告诉我们小扎小朋友不简单。不过很快直播间也出现了外国人的声音，不过是走运而已，你们炎黄的小屁还哪比得上我们漂亮国的拳王，还有我们角鹏国的剑道家，我看你们迟早得死。可还没等炎黄国人反击，几条公共频道却传来了消息，有人被毒蛇咬死了。众人顿时有点懵，哪个国家这么倒霉啊？而是还是死于毒蛇。我炎黄的熊孩子表示，那不是徒手就能捏死的吗？走去看看。于是网友们纷纷直奔泡菜国的直播间，只见画面中的参赛者脸色发黑，七窍流血倒在地上。之前规则不是说有一次复活机会吗？怎么没见复活？你来得晚，不知道这家伙倒霉，刚复活了又被咬死了。我去，又出大事了。听说泡菜国所有人瞬间衰老了10岁，还有好多人一瞬间暴毙了。这下所有人才清楚地意识到，所谓的绑定国运是有多么的残酷。若是2名参赛者都遇难，还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惨剧。每一个炎黄国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，毕竟能够决定整个国家兴衰的还是个熊孩子。境地之内的我可不知道这些。此时几个果子已经下肚，我舔了舔嘴巴，感觉自己的力气好像又大了些。看来这神秘战场果然到处都是宝贝，照这么下去，别说解锁魔丸的实力，就是获得他的那些法宝也不在话下。说起来，这毒蛇看着也有点好吃的样子。于是直播间里面的人就看到我正用一种热烈的眼神盯着手里的蛇。不会吧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楼上的，我对你这个想法有一个成熟的计划，我对你们的计划有一个完美的行动。所有人再次不敢看屏幕了，生怕下一秒我给他们表演一个生吞活蛇。却见我甩了甩手中的毒蛇，蛇已经被我给捏死了。就算是魔童哪吒20%的实力也足够强大，捏死一条毒蛇又算到了什么？切，真没劲。我无聊的将毒蛇扔到了一边，然后爬起来四处眺望，想要找点别的好玩的。直播间的人也算是松了口气，他们只当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蛇，毕竟是个小屁孩，爱玩是正常的。他们也没有将探索的责任放在我身上。女兵上官若愚那边不需要太操心，所以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活下去就好。小扎加油，希望你的运气能够一直这么好。网友们纷纷祈祷，下一秒却再次被吓得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我双手一抓大树，然后整个人就像是滑滑梯一样，直接顺着树干落到了树下。这操作秀的众人一愣一愣的，这小家伙还有这身手，到底跟谁学的？要不是确定这是直播的话，他们还以为自己在看电影呢。我漫无目的的行走在茂盛的森林之中，甚至很多草的高度都超过了我。网友们的心又提了起来。我听说有人在草丛里走，结果浑身都长满了大脓包。我们小扎就穿了件背心和灯笼裤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求求了小扎，你一定不要浪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只见画面里的我猛地一抬头，与此同时前方也传来了一声兽吼，我的双眼刷的就亮了。哇，有野兽，好开心啊！随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扎进了草丛。直播间里面的人都吓坏了，神特么好
开心，这熊孩子怎么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。完了，我得赶紧去医院排队，我都50多岁的人了，也不知道还能抗住几天。喂，黑人抬棺吗？我想预定。什么已经排队排到明年了？只见画面中我面前的草丛在迅速摇晃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游走。下一秒，一道黑影一跃而起，龇牙咧嘴的朝着我扑来。直播间的所有人看到这一幕，吓得差点直接大小便失禁。这居然是一只黑色的豹子。直播画面上随之也出现了一个资料卡，怪物名称暗影猎豹，实力评价1星，天赋速度。据说禁地之中怪物实力分为1到10星，所以这并不是普通的猎豹。就在所有人以为我会被暗影猎豹一口吞下时，我终于开口了。只见我一手高举，摆出个金鸡独立的造型，从来生死都看淡，专和老天对着干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小爷非要当神仙。直播间的人顿时傻眼，完了，这小屁还要死了！我已经做好损失5年寿命的打算，希望他能长个记性吧。可就在豹子咬下的那一刻，我竟唰的一步跃起，直接跳到了暗影猎豹的背上，安安稳稳的坐在了上面。直播间的人瞬间就傻眼了，我操，也太厉害了吧！不过这小屁孩到底想干嘛？随后众人就见我一手揪住暗影猎豹背上的毛，另一只小手朝着他的屁股猛地一拍，众人都无语了，特别是冰冰都做好一番致哀的说辞了。可转眼画风就变了，而暗影猎豹更是暴跳如雷，可他却怎么也甩不脱我。看着豹子那欲哭无泪的表情，直播间网友甚至有想笑的冲动，而我还骑在豹子背上，发出阵阵欢呼。不错，确实比骑猪好玩多了。眼见甩不掉我，他直接倒在地上，开始打起了滚。这一招果然很管用。只见我离开了暗影猎豹的后背，然后双手叉腰，很是不满的来到暗影猎豹的面前，小手直接甩了暗影猎豹一记大逼斗。众人再次懵逼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敢打豹子脸，熊孩子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果然豹子马上向我扑了过来，然后他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中，伸出舌头舔起了我的手。我去，这就怂了，这特么是只舔豹吧？直播间众人回过神来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我也被这只暗影猎豹的动作给整懵了，要不是看到他眼中毫无杀意，差点就再次一巴掌下去。看来这豹子的智商不低，为了不被打也算能屈能伸。冰冰也是服了，就算是他这样的专业人士，都被这转折搞得7上8下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炎黄的幸运，开局就让一只豹子臣服，试问他国人员谁能够做到？这话瞬间点燃了无数人的心。我满意的在暗影猎豹头上拍了拍，示意他趴好，然后一屁股坐了上去。驾，大猫猫，我们出发。随后我查看了下自己的面板，发现哪吒的扮演度上涨到了21%，果然在这种环境之下才能更快提高自己的实力。然后我才发现暗影猎豹似乎是有目的的在跑。大猫，你是不是想带我去什么地方？暗影猎豹边跑边摇头晃脑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他们这是要去哪？秦小渣不会有危险吧？你在怀疑小渣的实力吗？没错，刚开始我是最担心秦小渣的，可是现在我怎么感觉他是最安全的一方？直播间众人讨论了好一阵，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公告响彻了整个竞地直播间。竞地公告：漂亮国参赛者约翰发现1星体资源，该资源将以10倍奖励方式出现在漂亮国地区，同时奖励约翰1星级别抽奖一次。全世界的网友瞬间愕然，然后便沸腾了起来，无数人切换到漂亮国直播画面，干得漂亮！约翰不愧是恶魔特种部队的队长，其他国家都弱爆了。听说炎黄还有一个小屁孩参加博玉，现在应该成了尸体了吧？而炎黄国官方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对于炎黄国来说，狗在外面乱叫，难道你还要咬回去吗？另外一边，暗影猎豹带着我也来到了一处洞口。大猫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随后我跳到地上开始观察，眼前除了一堆碎石头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，这时一道声音响起：恭喜你发现了2星资源铜矿。啥玩意？这居然是铜矿！我无语的看着手中的石头。与此同时，竞地公告响起：炎黄幸运儿秦小渣发现了2星铜资源，此资源将以20倍奖励方式出现在炎黄国地区，同时奖励秦小渣2星级别抽奖一次。整个世界又一次安静了下来，在漂亮国直播间叫嚣的人也瞬间失声了。随后炎黄的欢呼声响彻天际，听到了没有？2星铜资源还是我们小渣找到的，我们小渣可真是实力与运气并存，随手打了一只怪物就白嫖了对方一座矿山。听说漂亮国的兵王可是赔上了半条命啊！画面里我正拍着暗影猎豹的头，你早说这是铜矿石不就好了，害我差点揍你！暗影猎豹将头甩在了一边，心中默默流泪。你听不懂我说话，怪我了。好了，你做得很好，作为奖励，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就叫你申二豹吧。暗影猎豹一脸便秘，他很想拒绝，可他不敢。直播间已经笑疯了，哈哈哈！那豹子的表情能让我笑10年，我已经制作成表情包了，欢迎自取。我现在正在医院去的路上，这国运直播没能要了我的命，但是这熊孩子是真的快要把我笑抽疯了。此刻众人都紧张地盯着直播画面，因为我正蹲在地上指着点点着什么，应该就是在抽奖了。真好奇能够抽到什么。听说漂亮国的约翰的1星抽奖，抽到了能徒手发射火焰的技能。我去，那么厉害，那2星抽奖岂不是更厉害？众人都期待极了，但是他们又看不到抽奖的过程。我也确实是在抽奖，在我的面前出现了10几个包裹，我随意点了一个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一枚古朴的戒指出现在了我手中。恭喜获得储物戒指，内含200立方米空间。我一愣，储物戒指这玩意还算不错吧？然后我翻身跳上暗影猎豹，申二豹，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有没有特别强大的怪物？你实在太弱了，一点都没意思。我直接开口，申二豹顿时遭受了暴击伤害，不过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其他强
强大的族群妖兽将我灭了，这样他就自由了。很快，申二豹带着我来到了一片树林，他的步伐也变得谨慎起来，好像担心暗处的危险一样。我自然也注意到，懒懒地坐起来，望了望周围。大猫，你居然敢骗我！怪物呢？申二豹吓得猛摇头，然后拼命朝一个方向滚。我看了看他那急吼吼的表情，小眉头一挑，你是说前面也有好东西？申二豹不断点头。这时，网友们也恍然大悟，看来这有怪物的地方就一定有资源，就跟玩游戏打怪一样，越是厉害的 BOSS 就越是能够出好东西。众人都开始期待了起来，听说里面有资源，我撒欢般的朝着前面小跑过去。走了好一阵，我扒拉开一片草丛，顿时眼前一亮，这是一窝蛋。我看向申二豹，你跟我说的宝物该不会就是这些蛋吧？申二豹连忙摇头，指了指蛋旁边的那棵树。我仔细观察，这才发现这棵树跟周围的树有点不一样。这时我眼前出现一道文字：3星资源树可占领。这些文字也同样出现在了炎黄的直播画面上，瞬间就让整个炎黄的人瞪大了眼睛。我操，居然是资源树，而且还是3星级别的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占领吧！你们可别忘了，这里可是有怪物守护的，那就更应该快点占领，然后马上离开。那只怪物应该是出去狩猎了，我确实很意外，没想到这个申二豹没骗我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麻溜的上前将手搭在树上，一行字再次出现，在资源树20米范围之内，待满10分钟即可成功获得3星资源树。资源树守护妖兽正在赶回途中，请小心应付。我激动地搓了搓小手，终于要回来了，好开心啊！就在此时，一道奇特的嘶嘶声从身后传来，随后我干脆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躺下来，坐等怪物来临。一段时间后，一道阴影遮天蔽日而来，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靠近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他们终于看清了那怪物，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蜥蜴。暗影猎豹已经吓趴下，显然对面前的怪物生不出一点抵抗之意。这就是3星级别的怪物，好恐怖啊！渣儿快醒醒，妖怪来了哟！可我根本就看不到，依旧躺在那里睡大觉。蜥蜴终于走近了，特别是看到一个怪模怪样的小东西正躺在他的孩子旁边的时候，他直接走过来，伸出舌头朝着我舔下去。可就在要命中我的一刻，我一个翻身躲了过去。炎黄的网友一阵惊讶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蜥蜴发现没有命中，再次伸出舌头，但是这次我躲过舌头的攻击后，猛地起身，对着蜥蜴就一阵大骂，吵死了，影响小爷睡觉。炎黄的网友都惊呆了，他吼那么大声干嘛？不对，他看到这么恐怖的家伙居然不害怕。很快画面中浮现出怪物信息，怪物名称苍龙蜥，实力评价3星，天赋防御力量稀少龙血，果然是3星级别的怪物。大家都以为这只蜥蜴要暴怒，谁知它并没有什么攻击动作，反而看向了一边瑟瑟发抖的暗影猎豹，发出一声怒吼之后，张开大嘴向暗影猎豹冲去。暗影猎豹根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，我却立马不爽，好歹也是跟着我混的，没有让其他怪欺负的道理。我立刻挡在了暗影猎豹面前，并且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。这可让整个直播间的人都懵了，这熊孩子怎么搞的？还不赶紧离开？不会是电视剧看多了，想学那句兄弟要死一起死吧，好好的活着不香吗？非要作死。然而蜥蜴看到我之后，凶残的模样立马变得温和起来，而且还伸出爪子朝着我的小脑袋摸了摸。诡异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懵了，就连我自己都傻了，完全搞不懂这只蜥蜴想要干嘛。我一点都没有感受到这只大蜥蜴的恶意，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丝母爱。不是吧？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之前躺下的地方，然后嘴角抽了抽，这是闹的。很快就有网友分析出了苍龙蜥不攻击的原因。本人是动物研究专家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你们注意到了没有？这只叫做苍龙蜥的怪物，双眼之中流露出的表情，像不像一位母亲的表情？加上秦小渣之前躺的地方，我去，不会吧？这只怪物将渣儿当成是自己刚破壳的孩子，这运气也是没水了。这个解释虽然离谱，但也没有其他的解释。总体而言，我又好运的躲过了一次劫难。就在此时，禁地公告的声音响起，禁地公告，炎黄幸运儿秦小渣发现了3星森林资源，此资源将以50倍奖励方式出现在炎黄国地区，将奖励秦小渣3星抽奖一次。全世界再次震惊，炎黄国这是开挂了吗？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连续获得2次资源奖励？听说还是一个孩子，可恶的炎黄国，快把这个拥有我们大韩血统的孩子还给我！而炎黄国安局则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全国探测，很快就发现了国内以前一片荒漠区，瞬间出现了大量的森林，并且改变了那里的气候生态，瞬间让所有人都燃了起来。此时我面对的情况有点麻烦，我坐在地上发呆，苍龙蜥也坐在地上发呆，一人一蜥，大眼瞪小眼。我不是你孩子，我长得哪里像蜥蜴了？我很是无语，但是苍龙蜥直接无视了我，或者说他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随后我决定不理这个眼睛有毛病的蜥蜴，转头打开了新一次的抽奖。很快我选中了包裹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我手中出现了一件东西，恭喜获得天雷术，集中注意力可对目标发动雷电攻击，威力大小取决于本身境界与所消耗的能量。是技能书啊，真垃圾！说完我随手将技能书收进了空间戒指之中，可我的话却一字不差地落在了直播间众人的耳中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渣儿是不是不知道啥叫技能书，还说是垃圾？等等，他把技能书弄哪里去了？我看到了，是那枚戒指，闪了一下，那本技能书就消失了。所以说那是传说中的空间戒指，所有人都羡慕的要命。却见我转身来到暗影猎豹面前，大猫别趴着了，走了。申二豹哆哆嗦嗦看了看苍龙蜥，又看了看我，这俩祖宗他一个也不敢得罪。不过看到我抬起了小巴掌，申二豹立马蹦起来，点头哈腰的弓下身子。我坐在申二豹上，朝着蠢蠢欲动的苍龙蜥蜴摇摇手指，你别跟着我，我不是你的孩子。说完我小手一拍，申二豹就飞快的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身后传来苍龙蜥的声音，似乎在询问我去哪里，但是我已经越走越远了。观众们都有些忍俊不禁，怎么感觉这儿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骑着驴离家出走的样子？天都快黑了，小渣不选择待在苍龙蜥身边，这个时候选择离开也太危险了。谁都知道夜晚的森林最危险，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妖魔鬼怪。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一棵果树下，申二豹提示我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。这时
是我之前吃过的果子。我刚跳到地上，就看到申公豹主动的一跃上树，然后爪子一扫，几颗果子就掉落了下来。我反应很快，上前将果子给接在手上，然后放进了空间戒指里面。直播室又是一阵惊呆。冰冰说道：“可能很多人都说秦小扎是运气好，可我有不同的见解。我总觉得我们的秦小扎不简单，秦小扎能够带给我们一次次的惊喜，并不完全依靠运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”画面中，我看到申公豹如此主动帮我摘去果子，很是满意。天色越来越暗淡了，我寻找了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就趴在申公豹身边睡着了。直播室的人也没有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安然入睡。随后，大部分炎黄人将直播画面转到了另外一个选手上官若云身上。此刻他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并且用石头将山洞给堵住了，很好的隐藏了自己。而其他80%的人在天气昏暗的时候，都选择了一个看似比较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开始生火取暖、烧烤食物。但是随着火焰的升起，同样也暴露了他们的位置。有人开始遭殃了。首先是高丽国的人，他们在一处平地上面搭好了帐篷，开始生火取暖。但是没多久，昏暗的丛林之中传来几道瑟瑟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高丽的幸运儿也第一时间发现了外面的动静，并且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管制刀具。来吧，野兽们，让我金承旭教教你们如何当人。然而当金承旭看到周围密密麻麻都是怪物的时候，嚣张的表情顿时变得铁青。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一道黑影直接放倒，随后就被群怪分食。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，不只是高丽国的幸运儿，很多国家的幸运儿都遭遇了这样的事情。然后现实世界一连串的灾难发生。很多老人直接失去生命，并且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动荡，全世界再次哗然。然而不幸的消息还在继续发生。禁地公告：菲律宾2名幸运儿全部死，将额外惩罚一倍所绑定国家的气候险境、地质灾害。很快，惩罚很快就验证在了菲律宾国家上面，每个人失去了10年寿命，整个国家彻底暴乱了。直播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风雨之中度过。坏消息是，第一个夜晚就造成了9州星球30多个国家的幸运儿全部死亡。翌日，我睁开双眼，打了一个哈欠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这么快就天亮了。随后我一拍申公豹的背道：“别睡了，醒醒！”申公豹表示无辜，他早醒了，就是不敢吵醒你才继续躺下的。申公豹望了望我，似乎在问去哪。我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这是你地盘，你带路啊，我又不熟。”申公豹决定到处走走，他饿了，而且他想吃肉。申公豹带我来到了一片密集的丛林，随后申公豹就看到了猎物，但是我还在背上，他只能小声的叫着。我不满道：“叫春呐！”申公豹指了指前面，我抬眼一看，看到几只蹦蹦跳跳的兔子，我小手放在了下巴上面道：“我考验你一下的实力，你可别让我失望，给我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敌人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上吧豹子，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真正实力吧。”我直接一拍他的背道：“驾！”申公豹抓紧追，申公豹只能奋勇直追，他打不过我，只能把气撒在兔子身上，奋力的追击，爆发之下，速度还是很快的，距离兔子越来越近了。我侧抱奔腾，真有一种驰骋沙场的感觉。它虽然能够跑这么快，但兔子可不会这么轻松被捉住。这只兔子一家4口全出来，大的速度快，跑得快，但是小的就不行了。申公豹纵身一跃，一口咬下，可惜兔子跳到了一边，躲过去了。我很是不满，随后我也纵身一跃，一把就抓住了那只兔子，安稳的落在地上。兔子不老实，想要挣开我的束缚，我抬手就给了兔子一巴掌，兔子瞬间变得老老实实的。我很是满意。我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光吃素的可不行，得吃肉，而且得多吃。旁边的申公豹目瞪口呆，这样也行？他觉得自己在我面前变得好没用了，居然连一只兔子都抓不到。我重新回到背上，大喊道：“乘胜追击，不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。”外界国内网友都快笑喷了。外国网友观看了我的一小段直播内容之后，立马就懵逼了。卧槽，这炎黄的小屁孩也太厉害了吧！他是哪里找到的豹子，居然还能将豹子当马骑？此刻画面里，我驾驭申公豹朝着其他的兔子狂追不已，侧抱奔腾，驰骋在森林之中。在他的努力之下，终于接近了剩下的3只兔子。申公豹奋力跳跃，关键时候成功的咬住了其中一只兔子，他泪流满面，终于找回了身为豹子的尊严。不容易啊！他嘚瑟的看了看我，想要获得我的夸奖，但是他回头的那一刻，整张豹脸都是懵逼的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手中会有3只兔子？只见我左手一只，右手一只，脚下还踩着一只。申公豹的内心是破碎的，众多网友的内心是震撼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熊孩子一定开挂了！一个正常的4岁小孩，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之下抓住2只跳跃的兔子？这个小屁孩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小屁孩，可能还拥有特殊能力。炎黄网友对此大笑了出来，他们早就看出我拥有过人的实力了，可他们就是不说，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老外们，秦小扎就是一普通人，他就是一个简简单单、非常单纯的一个熊孩子，他就是玩玩而已。你们想多了。老外们纷纷表示不信，这话骗谁呢？普通的4岁孩子能够让一只凶残的豹子如此害怕，他就是炎黄秘密培养起来的超级战士。你们说，像我这样的熊孩子，炎黄到底还有多少？这个实在难以想象。炎黄这个国家太可怕了。炎黄的网友看了忍不住想笑，没想到这些老外的思维想得那么深，只能说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炎黄。画面中我抓到兔子之后，立马让申公豹带我去了一个有水源的地方。申公豹当然知道哪里有水源了，只是他有点犹豫，似乎在说那里有危险。我一巴掌呼了过去道：“怂包，你实力弱，自然有危险了，有我在，怕什么？”申公豹只能弱弱的点头，载着我朝着水源之处过去。一会后，他带着我来到了一个小湖边。当我双手拿着兔子想要过去湖边的时候，申公豹呜呜了几声。我毫不犹豫地鄙视了申公豹：“你是猪还是豹子？湖里有东西我会不知道？真是蠢的没救了！这么大的湖，肯定有鱼啊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？等下捉几条上来吃。”片刻后，我终于靠近了湖边，随后就看到我双眼笑得如月儿一样，双手将手中的兔子一丢，整个人飞快地脱下衣物，随后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。好久都没有游泳了，都怪院长那个糟老头，居然不带我去游泳。我很是不满地发出了自己的唠叨，我可能真是憋坏了。在水
水中来来回回游了好几圈，然而远处的水面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下。呜呜！岸上的申公豹发出了警觉的声音，他一直都在注意湖面，已经发现有些不对劲了。可水中的我摇手示意申公豹道：“大猫，来吧，一起下来洗洗。你知不知道自己身上臭死了？你该不会从来没有洗过澡吧？”申公豹不想跟我说话，身为豹子的他从来不需要洗澡的，何况湖中这么危险，他们才不想成为其他怪物的食物。不洗算了，我发现这水中还是有不少鱼的，看我如何捉几条鱼给你加餐。说完，我没入了水中，直接消失在了岸边，画面顿时消失，这让直播的人很是不安。人都消失了，还怎么看？可以看的，大家可以点击切换湖面，点击切换后画面立马就有了。只不过在水中的画面可没有像岸上那么清晰，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画面，果然不太一样。这样才真实吗？那怪物该不会过来了吧？我怎么看到一个大黑影朝着秦小扎游过去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原来你们都看到了。秦小扎要小心啊！所有人都在担心我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远处的危险也距离我越来越接近，每个人的心都非常紧张。那道黑影已经来到了我不远之处，张开巨嘴朝着我一口咬下。就在怪物要吞下我的那一刻，我速度加快躲了过去，双眼冷冷地注视眼前这只忽然出现的怪物。我为了 cos 魔童哪吒，每天不是在孤儿院扭鸡捉鸭，就是欺负干饭的大黄，所有孩子都当我是个怪胎，纷纷要求院长把我关进小黑屋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道神秘的声音突然响彻整个蓝星。全球通告10分钟后，神秘战场直播正式开启，秦小扎被选为参与者，并永久绑定炎黄国国运。消息一出，全世界瞬间沸腾了起来。可当得知自己国家的参与者竟是个小屁孩，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让整个国家遭受重创时，整个炎黄国顿时陷入一片绝望。唯有蹲在小黑屋里的我满脸兴奋，只因我从小绑定了魔童哪吒扮演系统。此刻我双眼冷冷地注视眼前这只忽然出现的怪物，我很不满这只丑八怪，于是主动朝着怪物游过去。怪物没有咬中我，也是很愤怒，龇牙咧嘴地朝着我再次张嘴。这一刻，直播室的画面之中也出现了一段文字，怪物名称：利刃鲨，实力评价3星，天赋撕咬。天啊，这是鲨鱼，3星怪物，这绝对是不比苍龙稀弱的怪物。秦小扎居然还主动朝着怪物过去了，他这是找死吗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难道还想要反击不成？这可是在水中，他的身体这么小，怎么可能撼动这么一只水中巨兽？凭借他之前展现出来的速度，完全是可以逃走的。但是他为什么不逃？大家目不转睛地看向直播，想要看看我要如何解决危机。画面中，我如箭一样在水中直射那只利刃鲨，速度飞快，很快就接近了利刃鲨。砰！我撞到了利刃鲨，那只利刃鲨在水中翻腾了出去，好像撞到了巨石一样。我一击得手之后，开始乘胜追击利刃鲨，出手如风，画面也随之模糊起来。一段时间后，画面就来到了岸上，只见岸上躺着一只怪物。这怪物什么时候跑到岸上来了？难道这利刃鲨逃走的时候太用力，不小心飞到了岸上？不会是被秦小扎给扔上岸的吧？卧槽，不会吧？大家脸上顿时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。此刻画面里，利刃鲨倒在岸边一动不动，岸上的申公豹张大了嘴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被击杀的利刃鲨。大猫，你干嘛呢？我从湖中走了上来，申公豹这才想明白，原来一切都是我做的。他立马跑到了我身边，乖乖地坐着，就像是最忠诚的猎犬一样。我穿上了衣服，看向了眼前这只大鲨鱼。这鲨鱼足够巨大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需要担心没有肉吃了。我舔了舔嘴唇，来到利刃鲨面前，小手在利刃鲨上面一划，利刃鲨的肉就被我切了下来，将利刃鲨切成块，然后在河边洗干净，最后放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当中储存了起来。直播间里，所有人都在惊叹手刀是如何练出来的，这种堪称神奇的能力，可羡慕死别人了。特别是国外的网友，他们表情都是猛的。秦小扎根本就是拥有超能力，好不好？谁能跟我解释一下，这秦小扎为何在剧烈运动之下，在水中憋气这么久，还能游得这么快？小手切割生鱼片是如何做到的？特别是这只鲨鱼是如何从水中落到岸上的？这根本就是炎黄的鼓舞。看到这些国外网友一脸懵逼的模样，炎黄的网友笑翻了，纷纷回应：你们别猜了，我们炎黄的秦小扎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，他就是随便玩玩，你们别乱猜，哪来的鼓舞？世界上没有什么超能力的，我们应该要相信科学。国外的网友一听这回答，立马开骂了，这骗谁呢？当我们没读过小学吗？正常4岁的小鬼有这么恐怖，都能够将一只几吨重的怪物给打退。随后直播间展开了激烈的议论，画面里我将鱼肉分好后，对着饥肠辘辘的申公豹说道：放心吧，我们一人一半，我吃肉，你吃骨头，你看很公平吧？我真是一个小鸡肋。我得意地笑了起来。随后我发现想要炖鱼头汤，奈何没有锅，这鱼头可不能浪费了。思来想去，顿时有了主意，再次纵身一跃，直接跳进了湖里面。直播间的人看到我又在欺负申公豹，一个个再次笑了起来。这么可爱的秦小扎，谁能不爱呢？看秦小扎又跳进湖里面了，他想要做什么？他们好奇地跟随直播画面来到了湖中，发现我一直在朝着湖底游下去。来到湖底，发现这里充满了水蚌和各种巨大的珍珠。我走向了那颗最大的金色珍珠，然后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面。随后又挑了好多，最后我看向了那些一动不动的蚌，这些蚌可是好东西啊，肉可以吃，贝壳还能当成床，甚至还能当成锅来用，简直就是聚宝盆。如法炮制的将这些蚌壳肉分离后，我回到了岸上，拿出了一只蚌的贝壳，冲着远处的申公豹说道：大猫，去弄点柴火过来，多弄一些。申公豹一听，双腿一蹦，快速地冲向了森林之中，没多久就叼着一堆树枝回到了我面前，将柴火放在旁边。我搬来石头，架起了一个炉灶，最后将蚌的贝壳放在了炉灶上面，还从湖里放了些水进去。将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，我单手一指，大喝一声天雷术，轰隆一声，一道闪电从我手中发出，瞬间将地上一块木头点燃，贝壳里面很快就冒出了热气。我用木勺品尝了一口鲜汤，并且发出了赞叹，这才是纯天然。申公豹在旁边摇着尾巴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
我随手打了一些汤跟肉末在木盆里面，吃吧吃吧，跟我混，有肉吃。申公豹看着自己盆里可怜的肉末，又瞧了瞧我锅里面的东西，有种心酸的感觉，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舔了舔盆里面的东西，瞬间他才知道什么是熟食，这东西太好吃了。随后我将利刃鲨的鱼头分成好几段，正要将一部分放入贝壳之中的时候，发现利刃鲨的脑中出现一颗发光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好奇之下，我将那颗发光的珠子给拿了出来，发现居然是一个晶状体般的东西，随之出现了一段文字描述：物品妖核，品阶3星，介绍妖兽储存能量的晶体，作用无限，